夸张！就最近我直播间的观众在玩恐怖游戏，就那个 Home Sweet Home， 结果我收到了个 Homework is crazy， 作业疯了。就看这个宣传画面，我就知道这是一款国产游戏。旁边一看，多半差评，这游戏模拟了中国小学生做作业的心路历程。我操，标签是恐怖惊悚，还带个休闲，属实是有点逆天了。等一下，这游戏为什么不支持中文啊？不是你国产游戏还是小学生做作业游戏，你不支持中文，凭什么？评论区全是骂这游戏垃圾的，说花钱找罪受，更新把中文删了，玩个国产游戏汉化还要找教程，实属蛋疼。那你懂我的，我可不是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撇开没有中文不谈，这游戏难道没有好玩之处吗？所以我花了28块钱买下了这款叫《作业疯了》的游戏。打开游戏 ，OK， 这游戏没跟我开玩笑，一款国产游戏真的没有中文啊？那怎么办？顶着英语玩吗？我英语也没那么好啊。好在我看了一个 Steam 玩了9个小时的大佬评论，他讲了一下这游戏怎么汉化。好，现在是中文了，我们可以选择性别，只不过这两个都好欠打，一个是看到你上课讲话铁会告状的欠打小屁孩，一个是一碰就哭拿指甲抓你脸煎熬的欠打小屁孩。我们选男的先试试看吧。开局有个剧情讲什么小蝌蚪找妈妈，找到之后妈妈说你作业做完了吗？小孩马上翻脸不认人要去找爸爸，结果爸爸已经被做成牛肉包了。这时我们的主角醒来了，原来这一切都是梦。打开手机，1年2班，我们第一周的作业就下来了，就下面的这3个按钮，现在只能点这个火山，好像哦，火山是语文选择题啊，《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是今天的哪个地方？不是，这不是语文题吗？小学1年级的语文题不应该是什么《西游记》怎么拼西什么的吗？四川盆地吧，好像啊，错了，是吐鲁番盆地啊，这不知道啊。那数学题呢？以下图形有几个五边形？我真的要在玩游戏的时候做数学题吗？不是吧，这应该是8个吧？不是8个吗？那应该是12个吧？哦，12个对了。在做完1天的作业之后，这妈妈就开始讲这游戏的规则了。就做题可以加学分和亲情值，做错题会扣亲情值，学分够高就可以顺利升学毕业，亲情值过低就会被赶出家门，游戏结束。反正就是要做对题嘛。那第2天开始了，我什么时候可以点技能天赋啥的？毕竟是游戏嘛，总得给我点有趣的部分吧。OK， 好像这游戏只有答题，是不是？我突然发现，我答了几天的题目了，好像没有技能天赋啥的，也没有什么购买道具什么的，只有答题，连剧情都没有了。那我在玩什么？不行，让我捣鼓一下这游戏到底怎么玩。OK， 玩了半个多小时，我玩不下去了。我是说真的，玩不下去了。我不是说这游戏有多么的难玩，或者说这游戏有多么的无聊，是我的身体在抗拒的玩这游戏。你们也知道我的，就无论是什么样的游戏，有多答辩，我都会抱着一个要通关、要玩到游戏后期的心态来玩。这游戏也不例外。但是我的身体在疯狂的抗拒玩这游戏，为什么呢？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款游戏，准确的来说，这就是尼玛的做作业。游戏里面没有任何的剧情，没有任何有趣的元素在里面，只有作业答题。说好的模拟小学生做作业的心路历程呢，也没心情值，也没啥的，合着心路历程就是百度几道题画个图甩进去啊。然后这些题目也没有任何的趣味性可言，就是答题，而且还是那种很麻烦的答题。这1年级的数学题我又不是没做过，不就是11年的加减法、100年的加减法？什么小明今天把水放了多少毫升？又灌了多少毫升？那水池多久干这种？它这里面的数学题是那种很繁琐的，就你每次做作业的那种附加题，就那种你可做可不做的那种题目。你们小时候有没有体会到那种题就很复杂又烧脑，带点脑筋急转弯的元素在里面？那我玩个游戏为什么要摁做题呀？然后其他题目基本都是那种很偏门的题目，好像你去参加最憨大脑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样，各种冷门的要死的题，好像百度百科随便点了一个字然后出了题一样，很难回答得上来。而且这些题目还会限时，就你读题目的时候，上面的这个条就已经在动了，然后进度条扣一些就会弹框动画，你妈就开始教训你了。为什么一道题你10秒之内还没有做出来呀？给你耳屎！有时候这个框动画弹得很巧，就你选了正确答案要点确定的时候弹了，你就会误以为你选错了，搞那道题最后真错了，就很白痴。不过说实话，对了也无济于事，就加一点点学分的亲情值，然后每周这游戏都会扣亲情值。那你说我每天作业都正常做完，考试也是全对，你为什么还扣亲情值呢？没有理由啊，你这扣什么？不应该加吗？那正常家里人监督你做作业，你哪里不会做，你可以问一下家长，对吧？至少你第一次问人家不会生气，可能问了10几次家里人就生气了骂你傻。这游戏你问第一次的时候就直接扣5点亲情值，就你回答对了也就加5点亲情值啊！我又不是直接问你答案，只是要个提示
是直接把分扣完了。那你直接要答案的话是扣10点，这个东西是直接不能选的。本来你回答错一题也就扣2点，你选了这个回答对了，就等于是扣了5点。那你说这游戏答题有任何的乐趣吗？没有啊，好无聊啊！游戏没有对玩家答对提示提供任何的奖励，但玩家每次做错事情或者是抢点除了做题以外的选项都要惩罚玩家。那你说这不给你打差评，简直是天理难容啊！这游戏玩到后面还会解锁一大堆科目的作业，但还是一样的枯燥无味。整体玩下来就是做作业，而且是那种家里人一点都不教你怎么做作业，只会在旁边拿鞭子抽你。我不知道作者是有什么样的童年经历能做出这样的游戏。你不把游戏改得更加合理一些，不把题目变得更加有趣一些，反而将玩家提出的建议全部当成耳旁风，直接删除中文汉化，得有多傲慢啊！反正我只能说，玩完这游戏不留差评是真的问心有愧呀。如果要我给这游戏排个名的话，它只能在我的愤怒之愤这块与神作《小小蚁国》齐名。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3连关注，我持续更新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就在昨天，我跟他经典看漫画的时候刷到这条广告。说实话，我被吸引到了。我老喜欢玩这种什么恐龙题材的游戏了，最好是那种可以收集各种恐龙的游戏。所以我一下子被这广告吸引住了。虽然这宣传100%是他们的虚假宣传，但我还是忍不住下载下来了。恐龙物语，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废话，直接打开品鉴一下吧。OK， 我一看这加载页面，我就感觉不对劲了。他喵的，不是我们扮演恐龙偷偷发育大鱼吃小鱼吗？怎么就给他气头上跑了？这几个山顶洞人谁呀？凭什么骑在我们头上 ？OK， 更新完毕，进入游戏。哦，还有背景故事的。火山爆发，我们家被岩浆淹没了，只能搬家。翻过，哎。这怎么自己跳了？反正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建家，结果旁边有野蛮人对我们的龙蛋虎视眈眈，所以大伙就要抵御野蛮人了。OK， 这就是游戏画面了嘛？如我所料，跟宣传广告一点关系没有呢。这个画风有点像我们之前玩的那个停车场，但玩法不一样。这里是用肉买兵放上去的塔防游戏，这兵要升级只能通过买一样的兵合成升级。他喵的，隔壁走开外星人跟这个一样的按钮合成玩法，这游戏干脆叫走开原始人算了。那这游戏怎么赚钱呢？都没有充值按钮，是我还没玩到那吗？先让我玩一会儿看看吧。OK， 我玩到第15关的时候解锁了这个一键合成按钮，我以为要经典 VIP5 呢，这个比较良心一点，只要你氪30块钱就好了。当然，这游戏也是有给平民玩家一点福利的，施舍了我们3分钟体验一下氪金的是什么感觉。哦，氪金了的感觉就是尼玛游戏变得更无聊了。就本来呢，这你还需要跟连连看一样，看哪2个数字相同合成一下。氪金了，你只需要疯狂点这个按钮就好了。那你这30块钱为什么不随便买一个啥解压小玩具，拿在手上疯狂捏呢？或者再干脆一点，你直接他们的手机也不用开了，直接疯狂点黑色的屏幕不也一样吗？我就这样打死了第20关的 BOSS。哎，这什么野蛮人被暂时击退了，我们赶快回领地内发展壮大领地吧？什么意思啊？啊！我玩了他喵的快20分钟了，你告诉我这不是游戏本体，只是一个自带的小游戏啊！尼玛这才是游戏本体呀，又是经典的建各种建筑，然后用道具加速或者氪金加速。不过这游戏是有战斗画面的，看着还行，就是我们没有操作空间，因为没有按钮可以按。哦，有按钮可以按，你可以直接跳过不看战斗画面，我真是服了，纯缝合怪，这直接把广告游戏的所有要素都缝进来了。就本体是小小蚁国，除去大地图打怪和英雄抽卡的样子，小游戏是走开外星人，但只有合成按钮版本。那你缝合为什么就把人家最无聊的那块缝进来了？好玩的部分呢？这什么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啊！公屏里大伙也是莫名其妙开始吵架，全是经典看广告被骗进来的小屁孩。我翻了大半天才发现他们吵架的原因是因为其中一个说自己喝了点小酒来找茬，另一个人说你不配我出手，纯的小屁孩。然后几个官方托跟他叫你加工会，说的好像这工会有多牛，你不加好像损失了几千万一样。又玩了大半个小时，我算是玩明白这游戏了。先说说结论吧，这游戏甚至不如小小蚁国。如果要我现在列一个排行榜，那这游戏就在这。和阿瓦隆之王还有小小蚁国同级别，已经算是很烂了，在我的榜单里。游戏的玩法我也已经琢磨透了。首先，非常经典的无脑点左下角这个按钮，然后游戏叫你干嘛你干嘛，基本就是让你升级这个大本营催吐线。但是升级大本营又需要你去升级其他各种建筑，一环扣一环，玩到后面就需要你氪金加速了，不然等半日都升级不了一个建筑。而且就算你升级了，也没有什么意义，等待你的只有下一个一模一样的建筑，但翻了倍的升级时间。然后这游戏又把主线和这个塔防绑定在了一起，就你要升级自己的建筑，你还必须切去玩这个逼塔防。但这个塔防你们刚刚也看到了，无聊透顶，就在上面放什么兵种都无所谓，反正就是拼数值等级高就行了。那合成这个兵种
种，你没有充那30块钱自动合成，你自己去合就是纯纯的满清10大酷刑。上面的兵种你是不能控制打谁的，随着打斗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是这样。玩的你想马上卸载游戏，然后把手机扔出去，就是有这么无聊。更恐怖的是，这塔防是你一定要挂在这个页面它才会打，你切到游戏本体建建筑的时候，这塔防就停了，所以你还不能切出去建东西，等到塔防的打不过来再合成高级兵种过关，更折磨了。那游戏玩到后面有解锁什么新鲜玩意儿吗？有解锁了一大堆充值按钮，每个都是充几十几百，给你什么很牛的龙。但问题是，这龙尼玛也是个固定炮台啊，所以龙和这个人是没有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龙需要更稀缺的资源升级，炮台是纯折磨你升级。游戏本体就更过分了，我连龙都没见到，只有在打怪的时候是打霸王龙，自己家的龙全是换了个颜色骑在下面的。这什么龙蛋可以复出龙丸，需要这个营养液，营养液需要推主线，差不多把所有主线推完，地图全都解锁了，营养液就够孵出龙丸。那这龙丸是什么？我猜一下，估计就是给全体部队加 buff 的充值按钮，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充值按钮，还隔着恐龙物语呢，直接叫山顶洞人之我有钱我就是爹物语算了。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订阅关注我，还持续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令狐，我们下期见。影之刃0，这是几天索尼发布会上让我眼前一亮的游戏，因为它出现在索尼 PlayStation 全球发布会实机片段，全都是实际演示。影之刃0是一款由林有坊开发的次时代第3人称动作冒险 RPG 游戏，游戏设定在一个融合了中式武侠、蒸汽朋克、神秘学以及江湖传说的武侠架空世界引进中。游戏采用虚幻五引擎开发，目前确定登陆 PC 和 PS5。核心玩法加入了林有坊创造性的高速战斗和技能链系统。而今天呢，我要来浅浅的解析一下影之刃0宣传片讲了什么，又为什么让我眼前一亮。宣传片的开头画面是在一处荒林，天上下了小雨，画面上有墓碑和废弃的龙柱雕像，无不在诉说的一个故事。旁边一个女性的声音响起，在生命的最后66天，你打算做什么？这个声音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影之刃系列的经典人物，也就是看板娘虚空发出的。这个生命的最后66天最好出现在10年前的雨雪史证中，其中最为突出的设定就是主角魂的生命只剩下66天了。这一句台词想必会让不少老玩家梦回13年前那款简陋的 RPG Maker 游戏。下一个镜头是一段实际录制的主角奔跑画面，整个画面氛围非常的死气沉沉，下着小雨，天空起雾，可以看得出来游戏并不是大型开放世界游戏，应该是专注战斗、关卡设计、故事的游戏。但参考林有坊的雨雪系列，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影之刃0会有各种分支路可以做支线任务，让玩家自行探索这个武侠世界。随着玩家一次次的探索，慢慢丰富世界观也颇为有趣。大概率应该是有很多隐藏收集、各种隐藏分支路 BOSS， 玩家探索后得到的奖励可以让主线变得更加轻松。在主角跑步的过程中，虚空说话，总不会只有逃避吧？这个台词点出了主角魂处于一系列复杂阴谋的中心点，但处于某种原因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魂并没有归隐山林，在平静中度过余生，而是想要了结一切，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他想用自己剩下不多的生命阻止一场武林浩劫，从始至终都在坚持自己坚信的侠义之道，这便是武林的魅力。画面来到主角发现情况不对劲，回头查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角魂的正脸，魂不再是之前那个英俊潇洒、意气风发的少年，而是一个白发苍苍、满脸淤泥形象。下一个镜头出现了一个重要角色，玩过影之刃3的玩家应该能看得出这是贤者，他是之前讲话的虚空的心腹。实际上贤者是一只鬼才，拥有一具人偶的躯体。这画面可以看到贤者人偶的面部正在不断的崩坏，还流下了一滴眼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游戏是想讲一个黑暗可悲的故事。随着镜头快速的切了几个画面，有人也有场景。第一个画面是一个宗祠，暂停观看会发现里面供奉的大概率是妈祖。下一个画面是药发木偶，是我们南方福建、浙江、温州这块绝活，也被称为烟花木偶、琼花木偶，就是把木偶表演应用在了烟花上。但是现在要失传了，在画面上的药发木偶也是被雨淋湿，不可能上放烟花了。再下一个画面是一个雨雪系列非常经典的敌人力者与巨者，巨者出现在雨雪史阵中，不同的是这把被重新设计了，巨者看起来更加花哨，身披金甲，而力者则延续了以前无头加畸形的造型。再后来亮相了我们的女主角穆小葵，大部分玩过影之刃的玩家看到穆小葵应该都是小萝莉的样子，一个千金大小姐。到了影之刃3代也不过是16岁的少女，而影之刃0则是把雨雪系列和影之刃系列的故事合二为一，所以我很期待穆小葵与主角魂的感情线制作组会如何处理。下一个画面是一个男的背对着镜头别了个枪花，从武器和雷电大致可以推断出应该是雨雪2的长虹，这里也是提前告诉玩家长虹会作为本作的一个强力 BOSS 登场，估计会很难打。再下一个镜头就有意思了，主角正对着一只巨大的舞狮，应该是 BOSS 这样，但仔细一看，这个舞狮居然用机关驱动的，不是人在里面舞，这个设计很有趣啊！把传统文化和蒸汽朋克融合在了一起，这种巨大的 BOSS 要怎么打呢？打起来又是什么样？我真的非常好奇。是要利用场景跳上灯笼攻击背部吗？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道具可以破开舞狮的防御呢？老鼠鬼差小怪的登场
产因为面部设计没有表情，完全的一个空洞，显得压迫感十足。随后出现了一个中式的排法，仍然是南方样式的一个小怪的排版上面。这个排版在血与死跟开展记录盘正的路上也有看过类似的，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随着音乐逐渐变得快节奏，鼓声越来越急促，魂冲进了怪物堆中。其中有一只怪采用了川剧变脸的设计，每变一次脸都换一种人格，声音也变得不一样。大概率是对应着3种不同的攻击方式。接下来出现了一个自尽动作，跟10年前的血与2宣传图一样的拔剑。魂拔出了他的标志性武器黑山，开始预告片中的第一次战斗。这场战斗居然是实机的拟感性，很多人可能看到宣传片的第一眼就是魂系游戏，然而并不是。游戏的战斗系统比起魂系来说更接近于砍杀，主角的技能动作繁多，可以应对多种敌人的攻击，在高速的战斗下体会中华武侠酣畅淋漓的动作爽感。随后画面出现了一个手挂血滴子的 BOSS， 这段 BOSS 战是宣传片中占比挺长的，从中可以看得出来部分战斗机制，可以格挡，利用地形截停敌人攻击。主角的作品世界观中非常的强，所以可以很轻松的化解格挡敌人的各种攻击，并不是那种一碰就碎打3下就尾的主角。BOSS 战过后又有一段和车夫的对话，车夫提到的那个阵应该是盘阵，然后画面闪过许多 BOSS， 从水里跳出来像是雨雪全暖蜃楼的水鬼 BOSS， 轿子上的人偶 BOSS， 然后是雷丹，雨雪死阵的重要角色，是魂的组织里的好友。但从台词来看是得到命令不得不与主角战斗，他手上的巨炮设计也是颇为有趣，还有影子刃2中登场的钩者，展示了游戏中的部分 BOSS。预告片又展示了一系列战斗混剪，有天然后脱离墙壁攻击敌人，也有飞身旋转横斩。这招不知道是手搓的还是说一键示范，如果说是手搓的，那上限就高多了。格挡反击敌人，不知道后面的动作是处决还是手搓的。格挡飞行道具后处决，在沙漠中用双刀和敌人作战，也就是说游戏不止一种武器。顺便这个地方也是之前展示要发木偶的画面的地方。最后出现的台词是用雨雪死阵的经典台词改编，说话的人有2个，一个是中枢，还有一个是佐山。这段台词也间接告诉玩家，影之刃系列对江湖的理解并不是快意恩仇，而是依靠忍耐煎熬才能扛过去的修罗场。佐山最后抚摸剑身又快速拔剑，整个宣传片就结束了。不过在最后的最后又提到了，在生命的最后66天，你打算做什么？最后的镜头非常复杂，有小孩玩的各种玩具，还有木剑插在地上。这个地方是主角魂与佐山2人童年时期被组织收养的地方。魂说的找回我的心有2种含义，第一种是配合这个场景不忘初心，第二种是物理层面上的找到治疗心脏的方法，这样魂的生命就不再是66天会得到延续。虽然说这只是一个3分钟的宣传片，但不难看出制作组对于这款游戏的投入有多大。我还是非常看好林有坊开发这款武侠游戏，大伙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看看完整宣传片。游戏目前是确定会登陆到 PC 和 PS5， 还有部分不知情的观众认为这是一款手游。这边我说一下，不是，这是一款会登陆到 PC 和 PS5 的单机游戏啊，不是手游。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可以点赞、关注，我会持续更新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那么就这样吧，我是林虎，我们下期见。